1974年的冬天，河北省平山县三吉乡农民开展大规模平整农田的事情，引起了文物管理部门的注意。因为农民们不断到附近一些被怀疑是古墓的大土丘上取土，已经造成了破坏。于是，考古人员迅速赶到了现场。我们到那以后呢，一看，觉得挺惊讶。为什么？因为那个他妈刨土破土以后啊，那个工地上啊，那封土是扔的到处是瓦，战国时期的瓦，而且那瓦还不是一般的瓦，而且是大瓦，宫殿用的战国时期的大瓦。古墓遭到破坏，让人深感痛心，也给了考古人员一个尽早打开墓葬的机会。河北省文化局很快就批准了发掘计划。这期间，当地一位农民向考古队队长陈应奇讲起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老陈啊，我告诉你一件事啊，我们那个村里，那个30多年以前，这个刘喜梅，一个老人啊，夏天大雨，把他那个地头啊，水啊冲垮了，他就在另一块那个没有种庄稼的地里起土，填那个埂，挡住那个水，结果往下挖呢，挖了不到半米多深，一个铁钳一出，呲一下，嘿，挖出来一块大河光石。这个河光石上面的一面呢，好像刻的是字儿，但是谁不认识？这个也问了好些人，谁不认得那个是不是字儿？这么一说就是好几十年了。这件事立刻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兴趣，他们随即来到刘喜梅家，看到了这块石头。虽然当时谁也不能解读这些战国时代的文字，但他们内心已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己与2200多年前消失的一个神秘王国不期而遇了。公元前5世纪，由于周王朝统治的日渐衰落，中国进入了烽烟四起、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就在这一时期里，一个在北方的大山深处逐步壮大起来的古老民族鲜于，在经历了无数年的苦斗后，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中山国。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率领他的子民开始越过太行山，向东部平原迁徙，并定都在诸侯国势力薄弱的地带。但是，这个弱小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强敌的不断侵扰，终于在公元前407年，被七雄之一的魏国所灭，成为魏的属国。国破家亡，逃避到大山之中的桓公，经过反思后逐渐成熟起来。他励精图治，积蓄力量，又经过20多年的抗争，再度出山，复兴了自己的国家。此后，中山国逐渐国富兵强，不仅参与5国相王，开疆拓土，也埋下了招人记恨的种子。公元前296年，国力日衰的中山国都城灵寿，终于抵挡不住强敌的连续进攻而陷落，一代强国至此宣告灭亡。在中山国灭亡的2270年后，考古人员在平山县三吉乡意外见到的这块石头，与这个神秘王国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呢？或者这些文字
仅仅只是一道咒语。陈应奇把石头上的这些古老的文字描了下来，寄给了古文字专家李学勤。李学勤的第一个问题是，石头出土的附近有没有大的土丘？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河流水泊？第三个问题是，有没有高山？这3个设问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平山县三集乡地处太行山东麓的丘陵地带，北倚东林山与西林山，滹沱河从这里蜿蜒流过，这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这里古墓比较集中，在方圆几10公里的范围内，有大量被怀疑是古墓的土丘，其中几个特别大的，当地的文物保护部门早在50年代就分别给他们编上了号。依据这些特征，北京的李学勤首先肯定了这块石头属于战国时代的遗物，并对石头上的文字进行了翻译。坚古又沉，公圣德守丘，其旧将慢，感业后除贤者。这些类似密码般的古文字，实际是战国时代一个叫公圣德和一个叫旧将慢的人留给后人的一段自我介绍。2000多年前，2个守墓人留下的这段话语，证明了这个古墓比较集中的区域是战国时代一个王家园陵的所在。那么，它到底是哪一个王家的园陵呢？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神秘的中山国。据史书记载，公元前380年，中山国迁都灵寿。但是，仅凭这寥寥数字的记载，又何以能够断定今天的灵寿县就是史书上记载的那个中山国的都城灵寿呢？如果是，还能找到它的遗迹吗？考古人员首先展开了为寻找中山国都城灵寿遗址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人们先在距离古墓群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些手工业作坊的遗址，它们大多是烧制陶器和制作铜器、玉器的地方。这些制作钱币的模具就是在那里发现的，其中既有赵国与燕国的刀币、布币，也有中山国的成白币。与此同时，一个更加深入的考古发掘行动从编号为1号的古墓开始了。1号古墓是古墓群中体型最大的一个，虽然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地上封土仍然高达15米，东西底边长92米，南北底边长110米。封土平面基本为方形，由下到上构成3级台阶，第2级台阶以上还残存着建筑的遗迹。那瓦还不是一般的瓦，而且是大瓦，宫殿用的战国时间的大瓦。就凭这个瓦，这起码这是国王一级的。气势恢宏的陵墓，品质高贵的陪葬品，这里面埋葬的是谁？然而，考古人员发现其他陵墓曾遭到严重盗掘。就在人们不抱希望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本期《国之宝》且看《消失的中山国》第2集《皇陵密码》。据史书记载，公元前380年，中山国迁都灵寿。但是，仅凭这寥寥数字的记载，又何以能够断定今天的灵寿县就是史书上记载的那个中山国的都城灵寿呢？如果是，还能找到它的遗迹吗？考古人员首先展开了为寻找中山国都城灵寿遗址的大规模田野调查。
与此同时，一个更加深入的考古发掘行动从编号为1号的古墓开始了。随着勘探范围的扩大，人们在1号墓的外围又先后发现了6座陪葬墓、2个车马坑、1个杂训坑。尽管这些墓葬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盗掘现象，但仍残留了丰富的文物。陪葬人的头部都朝向主墓，说明他们与主墓中人物的关系十分密切，应该是主墓中人物的妻妾。从不同的陪葬墓中出土的文物品质上，还可以分析出墓中主人身份的贵贱。其中，这5个陪葬墓中出土的，大多是品质高贵的黑陶器皿与玉器、铜器。这些器皿在造型上主要考虑外表的装饰效果，实用价值并不高，显然是为随葬而特别制作的，并非死者生前的用品。由于在烧制前采用了胎面压模技术，这些黑陶器皿的共同特点是花纹部位黑亮发光，底子却黑而不亮，形成了一种典雅娴静的风格。陪葬中出土的大量玉器，从器型上分，有礼用的玉璧，有饰用的玉佩，有实用的玉梳、带钩、玉人和一些小玩具。它们都是玉器中的珍品佳作，反映出主人生前的荣华富贵。其中，这块窝纹青玉璧，造型匀称规矩，色泽温润纯净，又经过女主人长久的摩挲呵护，显得格外细腻光滑。而距离主墓稍远一些的6号陪葬墓中，出土的随葬器物大多就只是一些粗糙的灰陶和小玉石了。战国时代的婚姻制度中，已经没有了硬的制度。6号陪葬墓中的女主人，或许是一个比妾的身份还要低下的奴婢，但是一个拥有成群妻妾的人，也一定会拥有更多的奴婢。为什么只有她可以葬在主人的身边呢？这是一个谜。陪葬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葬船坑的设置，这在中国北方的古代墓葬中十分罕见。船坑的平面呈凸字形，北面的长沟象征着河道。虽然由于年代的久远，葬坑打开的时候，其中的木质大船已完全腐朽，仅留下残存的灰迹和一些摆放在船舱中的编钟与石磬，仿佛让人看到了墓中主人荡舟于滹沱河上的奢华图景。1974年的冬天，随着大雪覆盖了北方原野的时候，考古人员对1号古墓周围陪葬墓和殉葬墓的发掘结束了。此次发掘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证实了主墓中人物的君王身份。但是，对主墓的发掘并没有被马上列入计划。为什么要停下来？因为这个在这里是最大的墓，因为这很可能有重要的这个遗迹遗物发现，我不敢轻易下手，啊，万一挖坏了呢？慎重。我表面陪葬墓清理了，但周围还有一些情况我们不清楚。对中山国都城遗址灵寿的田野调查，并没有因为这场大雪的到来受到影响。我们呢，下了大雪还抢救，这个因为农民工不停，不是，我们还得做。在离古墓群不远的地方，
人们又发现了一段古城墙的夯土地基。在更大范围的调查中，考古人员越来越多地发现了这样的城墙遗迹。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把一段段的城墙遗址连接起来，一个古代城市的面貌就出现了。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古城，平面呈不规则的桃形，东西宽约4公里，南北长约4.5公里。整个城区分为东西两部，东城北部为宫殿区，南部为居民区。西城南部是集市区，中部是手工业作坊区，北部为亡灵区。其中，人们还找到了一个更重要的物证，就是在那个中山国里边一座小山黄山的背后，还有地面上夯土城墙，还完了，其他的都是城墙地基了。这个发现完全吻合于了史书中关于中山俗以山在邑中的记载，意思是把山圈在城中，是中山国人特有的风俗。这说明古代的鲜于人虽然离开了大山，但仍然延续着对山的崇拜。这就证明了三吉乡就是战国中山国的都城灵寿的所在。这里埋葬的就是中山国的国王，这一点已经不容置疑了。1975年秋天，考古人员开始对6号墓实施发掘。这是一个在外形上比1号墓小一些的古墓，但墓道也长达了90米。可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墓的主墓室曾遭到过严重的盗掘，已经一无所有了。那个椁石不都被盗，它都塌了吗？那个椁本原来上面都有木板的嘛，木板不是年代长了不是也塌嘛？那个上面不是夯土吗？它这个上面的顶板一塌，夯土一慢慢的往下掉下去了。就在人们已经不再对6号墓抱什么希望的时候，现场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使发掘产生了转机。我们挖到那一层，一个民工往上一铲，他往前面一铲，一个脚嗖个下去了，吓得他呀，别人把他拉起来没事。好家伙，因为我们是冬天搞的，冒开烟了，老百姓说咦好的烟，实际不是烟，是热气。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民工在主墓室侧面的平台上意外踩空的一脚，竟踩出了一个宝库。意外发现的陵墓惊现大量稀世珍宝，数千年以来是什么让他逃过无数次的盗窃之灾？最后考古人员的发现能否为我们打开中山国的所有谜团吗？本期国之宝且看《消失的中山国》第3集《隐藏的墓室》。1974年冬天，考古人员对河北省平山县三吉乡遗址进行大规模挖掘。在打开编号1的墓地后，考古人员开始对6号墓实施发掘。可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墓的主墓室曾遭到过严重的盗掘，已经一无所有了。就在人们已经不再对6号墓抱什么希望的时候，现场突然发生的一件事使发掘产生了转机。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民工在主墓室侧面的平台上意外踩空的一脚，竟踩出了一个宝库。就这样，一个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从来没有见过的墓葬格局出现了。
在主墓室的两侧，竟然还有2个与主墓室互不相连、用来放置陪葬物品的仓库。意外，很意外。我们原来以为就是一个空墓，基本上那个空墓了，对吧？后来就是发现这两个库，才有这么意外的收获。这种超常规的墓室结构设计被以后的发掘证明为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王陵墓所独有的。也正因如此，才使得中山国王墓葬中的大多数宝物在2000多年中一次次逃过盗劫，被保护了下来。在主墓室东西两侧的宝库中，一次就出土了几百件文物，其中有大量的稀世珍品。最特别的是这个山字形青铜器，它高143厘米，重50多公斤，一共出土了6件。类似的青铜器在此前战国时代的文物考古发掘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对它的作用人们看法不一。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造型特别、气势雄伟的青铜礼器，是以山为崇拜的古代鲜于人精神的凝练，是中山国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国徽。出土的文物中，引人注目的还有9个3足铜鼎。在中国古代，鼎是一种至高的礼器。西周时代，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用上9鼎。在中山国王的墓中出现9鼎，不仅说明了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统治的社会已礼崩乐坏，还说明鲜于人进驻农耕地区后，虽然还保留着自己的民族习惯，但在礼制上已经开始效法诸侯强国的做法，在生活形态上也逐步汉化。他们以一种崭新的形象出现在战国时代的舞台上。比较典型的是这一银手人雍铜灯中的人物，他穿着汉人宽袖斜领右衽的服装，已经完全不同于鲜于人过去的窄袖与长袍，发型也从早期鲜于人梳牛角形发髻变化成现在的样子。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女子鼓鸣琴瑟，游媚富贵。这是史书对中山国的记载。这个眉眼高挑、笑容可掬的青年男子，正使人领略到了2000多年前飘来的袅袅余音。考古人员在地面钻探发现的洞，指的就是类似6号墓的宝库。更深入的勘探说明，1号墓在墓室构造上完全接近于6号墓，所不同的地方，则是在主墓室的东北方向又多出了一个宝库。这说明可能会有比6号墓更多的文物出现，说明墓中这位君王的地位更加显赫。接下来的发现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人们在高大的封土北侧发现了一个斜插进墓室的盗洞，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由于盗墓者的疏忽，在主墓室一角还留下了一个稀世珍宝，此刻它就埋在这些石头的底下，只是它的被发现还要再晚一些。因为这时候人们的眼光都已经盯在了3个宝库上了。首先出土的这对错银双翼神兽，是中国神话传说中风神飞廉的形象。他怒目圆睁，张口咆哮，利齿交错。他前胸宽阔低沉，后臀微微后撅，似乎随时都在准备腾空跃起。
神兽的表面采用粗细不同的银片银丝镶出的变化无穷的斑纹，更使这威武勇猛的神兽显得生动而又神秘。1号墓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中，有象征王权与礼乐的钟鼎边磬和青铜礼器，大量的则是奇巧瑰丽的生活用品。错金银4龙4凤方案座，造型以龙凤为主体。4只雄健的神龙，前爪支撑，头颈各自伸向一方，昂首挺立在由4只静卧的小鹿承托的环形圆盘上。它整体造型内收外敞，动静结合，疏密得当，突破了商周以来青铜器动物造型古板的表现手法，新奇而又细腻，是一件极其罕见的艺术瑰宝。错金银虎视鹿原是一座屏风的底座，一只勇猛威武的老虎，色彩斑斓，身躯浑圆，躬身右屈，尾巴似钢鞭般甩起，正将一只捕捉到的小鹿送入口中。老虎的勇猛敏捷与小鹿的弱小无助形成鲜明的对照，构成了一幅大自然中弱肉强食的生动画面。而另一个屏风底座错金银铜牛则表情温顺，体态平稳，表现的是一种被驯服后的温和形象。这些动物身上的花纹采用的都是错金银工艺手法，金黄银白璀璨，更增加了艺术的魅力。铜灯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实用品，也是艺术品。1号墓中出土的15连盏灯堪称是铜灯中的精品，它的整体造型就像一棵大树，主干竖立在一只3身猛虎托起的灯座上，插出的树枝上托起的15盏灯盘高低有序，错落有致。树枝上有游动的夔龙，有鸣叫的小鸟，还有一群顽皮戏耍的小猴，有的独臂游荡，有的纵身攀援，一个个被塑造的妙趣横生。树下还站着2个西斗群猴的人。此前，在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连枝形铜灯比较常见，但装饰这么多动物与人物的实在是凤毛麟角。精美绝伦的物件象征了陵墓主人高贵的身份，同时也展现了这个国家的鼎盛繁荣。然而，解开中山之谜最好的证据就是文字，最关键的器物铭文究竟藏在哪里？考古人员又将如何寻找？本期国之宝，且看《消失的中山国》第4集《最后的铭文》。考古人员首先展开了为寻找中山国都城灵寿遗址的大规模田野调查。大量作坊遗址、居住遗址和零星文物被发现，为最终搞清古墓群与中山国都城之间的关系。深入的考古发掘行动从编号为1号的古墓开始了。随着一个又一个精美文物的出土，整个发掘似乎已经进入了高潮。但是考古人员仍然感到很不满足。在纸张发明之前，中国人是用简读与器物铭文的方法作为文字记载的主要媒体。要彻底解开中山国之谜，给发掘下一个结论，最好的证据就是文字的出现。人们在焦急地期待着。发掘在一天天逼近尾声，人们的心也收得越来越紧。又是一个黄昏到来了。结果我的西库清理出来以后，首先看的是大批的玉器，
到后来挖完了，清理完了以后啊，还不知道这有字呢，因为那个我们挖的时候上头盖着棚子，盖着棚里头黑，这铜器上头有一层锈，看不到有字。但最早发现的字是哪个呢？就是那个方壶，这个。这个我一猫眼，我一看，怎么着？好家伙，这一面都是字儿吧？我说赶紧抬出去看看，赶紧抬出去看看，一看，这四面都是字儿。我说赶紧向石家庄报告，我了不得了，这个大铜壶四面都是字儿。我知道，文物在这儿推不动，我知道。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件笨重的青铜器上到底都写着些什么。我们的同志就清理着，用竹钳清理了，就是上面的土锈，那个土一干了以后，更显得中山王，这个也出来了。他马上告诉我，怎么？当清清楚楚看到这3个字的时候，现场的人们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这件高63厘米、重28公斤的巨大酒壶上，四面刻满了450个字的铭文。他告诉后人，这里埋葬着中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君王，他的名字叫错。铭文中还特别记载了征伐燕国的战争。公元前314年，中山国王错乘燕国被齐国攻打而内乱之时，背弃了与燕国共同称王的同盟，分3路攻打燕国，占领了燕国方圆几百里的疆土。这件巨大的青铜酒器，就是为了纪念讨伐燕国取得胜利的功绩特别制造的。而制作这件酒器的材料，还是从战败国拿来的。胜利者的骄傲溢于言表。至于文中提到皇祖文武、桓祖成考，说明在错之前还有文公、武公、桓公、成公4位先王。此前发掘的6号墓埋葬的是中山王世系的第4代君王成公，1号墓中的错是中山国的第5代君王。从1号墓中也出土了9只铜鼎，但无论在体量还是质量上，与成王墓出土的9鼎相比都更加精美。其中这个最大的铁足铜鼎上面刻有469个字的铭文，是迄今出土的战国时代青铜器中字数最多的一件。另一件刻铭青铜圆壶上也有204个字的铭文，它们都同样记载了讨伐燕国、开辟疆土的事件。这3大青铜礼器不仅为研究中山国的历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也代表着战国时代工艺制作的最高水平。其铭文字体修长优美，笔画圆润流畅，说明复兴之后的中山国在经历了桓公、成公2代君王之治，进入错的时代后，已经开始与汉文化融合了。时隔2291年之后的1977年秋季，神秘中山国的发现之旅就要告一段落了。人们漫不经心地在这个巨大的墓坑中做着最后的一点清理工作。这时，在墓坑西边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工作人员在随意挪动一块石头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块扭曲的大铜板。这块长方形的铜板在盗墓人放的那把大火中被烧得几乎面目全非。清理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
这块长96厘米、宽48厘米的铜板表面是一幅由金银线相成的图案，旁边还有文字注释。这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独一份，也可以说中国保存下来最早的建筑平面图，也可以说是现在目前唯一发现的中国古代亡灵的实际图。人世间历朝历代的君王都想以惊世骇俗的创造永垂后世。按照这份设计，中山国王错的陵墓建筑气派宏大，中间是王错的享堂，两侧并排着2个王后堂，整个墓区还分内宫外宫。但是除了王错墓顶的享堂外，这个计划已经来不及实现了。王错去世的时候，与中山国有世仇的赵国正在实行胡服骑射，提倡耕战富国强兵的政策，而中山国内却已经是士兵疏于武备，农夫多于种田，政治腐败，人心涣散了。赵武灵王派出的侦察人员到中山国内转了一圈后回去禀报，说中山亡国已成定事。公元前296年，当赵国的铁骑隆隆开过来的时候，第6代中山国王，这个曾经在先王葬礼上信誓旦旦表示要为国家兴亡肝脑涂地的人，却出逃别国，客死他乡。危乱中，当时还健在人世的国王错的夫人被流放。随着这位前代王后的离去，一个曾经在动荡不安中放射出异彩的国家消散了，它所孕育的生命种子被撒在了更宽阔的土地上，而它所有的创造，连同它的历史，则被封闭在地下，一直要等2270年后才会被人发现。